在1926到1928年的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北洋政府的统治被终结。但是从1991年辛亥革命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与北洋集团较量了10几年，多数时候都是处于下风的。到了1926年，从地盘和军队人数来说，国民党还是弱于北洋军阀的。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能够以区10万兵力击败100万兵力的北洋军阀呢？在1913年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2次革命中，国民党惨败于北洋军。这次失败就是因为国民党内部凝聚力太差、太混乱，缺乏统一的领导，而北洋系则很团结。当时袁世凯还在，北洋众将能听其指挥。但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北洋系就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等势力。皖系以段祺瑞为首领，直系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为首领，奉系以张作霖为首领。到此，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战争不断。1913年2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就另外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以提升内部凝聚力。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了新的中国国民党。1922年，孙中山开始联俄联共，同时进一步的改组国民党。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变得更有革命精神，组织力更强，孙中山成为了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核心。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自此中国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在北方是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为代表北洋军阀当政，在南方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政府执政。在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左右派斗争激烈。1925年8月，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算，有嫌疑的右派领袖胡汉民出走。年底，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辞职出国。尽管内部有严重危机，但国民党表面上的团结还是维持着的，斗争仍然局限在党内，互相之间并没有矛盾，可以精诚团结打击北洋军阀。1926年，即孙中山先生逝世的第2年，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开始了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从北方攻打南方，胜利者居多；从南方攻打北方，失败者居多。而这次国民军总数只有10万，面对的北洋军阀总数超过100万。在敌众我寡的局势下，国民革命军竟然势如破竹，捷报接连。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为目标，但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北伐军是先击败了吴佩孚，再败孙传芳，最后再击败张作霖。北伐之初，国民革命军仅有几万人，地盘只有两广和湖南一部。对比整个北洋军阀，实力是大大不如，但对比第一个对手吴佩孚，实力并不落下风。当时吴佩孚部下有20万大军，势力集中在河北、河南、湖南、湖北等地，但经历了1924年第2次直奉战争的失败之后，吴佩孚的实力受损严重，其嫡系主力部队也不过是几万人，其他部队属于地方上的中小军阀，并不完全听其指挥。吴佩孚在1926年5月北伐战争爆发的时候，正带领主力部队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方作战。击败国民军后，他又想与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一直到8月下旬，吴佩孚才带主力部队回到湖北。此时，北伐军已经攻下了湖南全境，并且湖北境内的天险、汀泗桥已经丢失。吴佩孚仓促之间，带领部队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战，再次大败。吴佩孚实力有限，却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他以主力部队对付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对北伐军重视不够，战略上犯了重大失误。在北伐军攻打吴佩孚的两湖地区的时候，国民政府想办法稳住了孙传芳，不过早对其表现敌意。当然，孙传芳也乐于看到吴佩孚和北伐军互相消耗，自己可以趁机吞并两湖。北伐军进攻两湖的时候，孙传芳坐镇东南，悠然看戏，并不打算出兵相救，北伐军得以侧翼无忧。一直到9月，吴佩孚主力已经基本被解决，
北伐军才开始进入江西，进攻孙传芳。虽然前期蒋介石的第1个军多次失利，但第7军3战3捷，后来第4军也派出了援军，北伐各军合力取得了江西战争的胜利，消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主力。在吴佩孚、孙传芳被击败之后，国民革命军已经有了较大的优势，唯一还有较强实力的奉系军阀已经很难抵挡了。为什么国民革命军表现得如此神勇？首先，从国民革命军这边来看，这是一支崭新的以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国民革命军的主要组成部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在黄埔军校的大门口立着这样的标语：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黄埔军校学生每日接受这样的熏陶，牢记5大信念：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他们的精神面貌是蓬勃向上的，这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的北洋军阀部队形成鲜明的对比。北洋军阀部队虽然人数众多，可他们从军官到士兵都没有树立统一的思想信念，如果有，那就是升官发财。没有思想信念的部队注定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其次，国民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期间接受的是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为了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黄埔军校制定了严格的军事纪律，通过这些军事纪律激励战士们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所以不管是东征还是北伐，我们经常看到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先身士卒，冲锋在前。比如在第2次东征时，东征军围攻惠州城，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学生军陈明仁扛起一面旗帜就往城墙攀登，冒着枪林弹雨将旗帜第1个插在惠州城上。受此鼓励，东征军将士奋勇前进，一举攻占惠州城。战后，总指挥蒋介石在惠州城召开庆功大会，亲自带头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一时军号齐响，在场所有人齐刷刷地举枪向他致敬。而北洋军阀部队就没有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的官兵都是为了一口饭吃才去当兵。他们虽然武器装备好于国民革命军，可根本就不打算拼命，一遇到风吹草动，马上溜之大吉。这样的部队不打败仗才奇怪呢。第三，国民革命军纪律严明，作风正派，深得老百姓拥护爱戴。国民革命军不允许出现拉夫、抢物、捐饷、占污这些现象，违者就会遭到重罚。国民革命军中传唱着这样一首爱民歌，歌词云：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破田产，莫打民间压雨机。这和解放军的3大戒律、8项注意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得民心的国民革命军怎么可能不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呢？反观北洋军阀部队，虽然执政多年，却没有改变旧式军阀的作风，在地方上耀武扬威，一贯残酷掠夺老百姓，老百姓恨之入骨。这样的军队自古以来就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不断的内战让其失去了民心，前期的军阀混战还主要是文斗，损失不算大。但是从1924年第2次直奉战争开始，北洋军阀的战争逐渐升级，变得血腥。在1925年的浙奉战争中，富庶的江南地区也成为了战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战争的升级范围扩大，让北洋失去人心。国民党方面则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旗帜，能够吸引人心。包括奉系那边的张学良对三民主义都心存向往，直系内部的将领冯玉祥、胡景翼等都暗中拥护孙中山。像李宗仁、白崇禧这样的后起之秀，都更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北洋军阀的很多头头则只知道抓军队、争夺权力、捞取钱财，无法提取出有吸引力的政治口号、理论。北洋军阀部队历来军纪不佳，让民众憎恨，而北伐军则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比如在湖南、湖北战场，当地民众积极支持北伐军，送水送饭，当向导通报敌情。国民革命军这边有大量作战勇敢、能征善战的名将，包括第4军的张发奎、叶挺、黄其祥，第7军的李宗仁、白崇禧，第8军的唐生智，第1军的何应钦，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加伦将军，还有阎锡山部下的傅作义等。中下级军官中有许继慎、蒋先云等。北洋军阀那边也就孙传芳还比较能打，
吴佩孚早年还是比较能打的，但到了北伐战争时期，他的水平已经是大不如前。奉系那边则是张学良领兵，可见实力是无人可用了。所以说，北洋军阀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有100万军队，但各个军阀之间各怀鬼胎，不精诚团结，纪律混乱，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民心。国民革命军是必然的。首先，从军事领导人看来是被动的、消极的，不但难以取胜，而且还会陷入持久战和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以致最后不得不投降。特别是由于新式武器的发展所带来的战争样式的变化，也许不会出现像日本所期待的那种舰队决战的情况。再加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相比相差悬殊，因此日本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开战之初就抓住战机，积极作战，先发制人，对守军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突然袭击，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战争一开始就是敌人处于守势，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根据这一设想，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等人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于1941年初提出了袭击美国珍珠港的初步设想。1941年1月7日，山本向内阁海军大臣及川谷治郎上呈了关于战略的意见书，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袭击珍珠港的设想。在其第4部分中，山本详细地阐述了开战初期所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主张用第1、第2舰空战队的全部兵力，趁月夜或黎明的光亮，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力求全歼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之后，日本海军指挥部针对这一方案做了进一步可行性的研究，并着手撰写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以及在实际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到4月中旬，袭击珍珠港的方案进一步具体化，但是袭击珍珠港作战还有一系列难点难以克服。首先是一支庞大的航母编队横渡半个太平洋而不被发现是相当困难的，而珍珠港作战的成败的关键在于不暴露作战意图。因此，如果暴露，那么进攻就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强攻，不但难以取得巨大成果，而且还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其次，袭击珍珠港是远距离攻击作战，途中舰队的补给、气候状况等问题都是相当困难和难以确定的。第三，即使有幸接近了珍珠港，也很难确定美国的主力舰队一定会停泊在港内。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珍珠港水域浅，深水鱼雷难以奏效，而浅水鱼雷的研制尚未成功，飞机的水平轰炸命中率低等，再加上南方作战需要大量的水上航空兵支援等，因此军令部拒绝采纳攻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在黑岛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军令部决定在9月中旬举行联合舰队图上作战演习，到时再对这一计划进行详细研究和重点审查。之后，日本海军在本州市的鹿儿岛进行了模拟训练，到1941年夏末解决了袭击珍珠港的所有技术难题和作战问题。为此行动的顺利进行，日本海军高层对文案昼夜研究并修改。10月12日，日本海军高官在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再次进行了珍珠港作战特别图上演习，使袭击珍珠港的方案进一步系统化。但是军令部的许多海军将领们仍对袭击珍珠港的成功持怀疑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10月20日，大本营海军部最终决定采纳袭击珍珠港作战方案，并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秘密指示，于12月3日上奏天皇。袭击珍珠港想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情报，因此早在1941年3月，日本军令部就派出了情报部第8科的海军少尉吉川猛夫到珍珠港搜集情报。吉川分别就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训练情况、各舰只停泊位置、夏威夷周围美国飞机的巡逻情况以及美国舰队的活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侦查，同时利用日本客轮到美国西海岸撤离日本侨民的机会，对日本袭击珍珠港航母编队的预定航线进行了侦查，对航线上的气候情况和洋面情况，以及能否在洋面上补给燃料和遇到他国商船的可能性等进行了全面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情报，无疑有助于达成首次突击的突然性。为了达到首次突击的突然性，日本在进攻时间的选择上也是经过严密策划的。为了便于实施突然袭击，进攻时间最好选在某个有月光的下半夜或第2天拂晓，而这天还必须是美国舰队的大部分舰只都停泊在珍珠港内的某个休息日。这样12月8日正好是阴历的19日，有下弦月，夏威夷时间是星期日，美国军队的休息日。在做好了上述准备工作以后，9月1日，日本海军省下令全面实行战时编制。10月初完成战备集结工作之后，袭击珍珠港的航空战队集中到鹿儿岛，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强化训练。11月8日，山本命令攻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进入单冠湾待命。11月26日，踏上了突袭珍珠港的征途。但日本偷袭珍珠港单靠一个前期缜密的部署还远远不够，日本想要取得珍珠港的最终胜利，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个必备的难题，
那就是他们如何骗过美国的侦察以及情报。那么日本为此又做了什么呢？日本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其行为的政治伪装和战略欺骗，其核心是保证对敌实施首次突击的突然性。为了保障进攻的突然性，日本政府和军部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隐藏其战略企图。1941年3月开始的日美外交谈判，成功地掩盖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准备工作。1941年6月24日，日本陆海军部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明确提出了帝国为自存自卫，不惜对英美一战，确立了对美战争态势，并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得到通过。在这之后，日本便在一轮轮的日美外交谈判掩盖下，抓紧实施袭击珍珠港的准备工作。8月16日，日本本军部召开陆海军部局长会议，明确提出以10月下旬为限，战争准备和外交交涉同步进行。到10月中旬，外交交涉仍不能取得进展时，就动用武力。但对外，日本以此保持和平的形象。日本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在递交给罗斯福的声明中，故意大谈和平问题。作为太平洋地区持久和平的理想，日本政府欢迎与美国政府对有关政策和行动基础交换意见。为了保持和平，日本政府准备做出共同努力，用和平方法解决整个太平洋的严重形势，意图维护自己亚太地区和平主义者的消息。然而又在本国积极地筹备军务，迎接战争的到来。10月18日，东条英机阻隔，日本加快了战争的步伐。31日，日本召开部长会议，决定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念头，12月初发动战争。今后同美国谈判是伪装外交。之后，日本又通过了帝国国策实行要点草案，规定把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问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强调进行作战准备和外交谈判齐头并进。同时，为了迷惑美国政府，11月4日，日本政府派遣前驻德大使莱奇维特使前往华盛顿，协助野村继续进行日美谈判，以转移美国对日本准备袭击珍珠港的注意。第二天，日本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日期。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了大海令第1号，预备12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并命令联合舰队做好战斗准备。12月8日，山本发布联合舰队机密作战命令第1号，命令攻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进入战时待命，同时还千方百计给美国领导人制造一种假象，似乎日本政府深切关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11月底，日本政府在发给驻华盛顿大使的电报中指示，不希望你造成谈判似乎要中断的印象，你只声称在等待指示。12月1日再次给驻美大使发电报说，为了避免美方过度怀疑，我们已只是通过报刊和其他渠道宣布，即使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大分歧，但是谈判仍在进行着。随着美日战争的来临，日本的欺骗工作也进入高潮。12月1日凌晨，日本海军为了干扰美国无线电谍报工作，并掩盖珍珠港作战的企图，再次更换了1个月前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这一措施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美国无从知晓日本联合舰队的具体位置。就在当天，金梅尔将军向美军情报参谋莱顿少校了解日本第1、2航空战队的所在位置时，回答说不知道，估计在日本本土水域内。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日本的航母编队已越过东经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向西半球驶去。有趣的一点是，日本航母编队在太平洋北部历时12昼夜的航行中，没有碰到过一艘商船，这样日本舰队就能隐蔽展开，隐蔽到达夏威夷群岛。为了达成隐蔽展开，日军还采取只参战的舰只严格遵守无线电静默，并使停留在日本海的海军部队和琉球群岛的岸基航空兵进行假无线电通信，其目的就是使敌人确信航空母舰编队没有离开日本水域。12月2日下午，日本的一艘豪华游船龙田丸号作为第2次撤退日本侨民的民船，从横滨起航，开往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这艘原定于11月中旬起航的撤侨船延迟达半个月之久，并且对这艘游船的起航情况，日本报纸做了大肆渲染，其目的就是使美国对日本的战争企图做出错误的判断。5日，日本又组织了3000多名海军学校的见习生换上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服装到东京参观游览，并且安排参观报社活动。12月7日，朝日新闻等报纸以3000海军勇士来社参观为题做了专题报道，其目的是要欺骗敌人，首先要欺骗自己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为了掩盖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意图，臆造了苏联武装进攻日本的威胁，
好像这一危险迫使日本不得不准备同他的西部邻国进行战争。为此，1941年7月13日，日本进行了一次被称为关特演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动员，一时间运波船只川流不息地来往于黄海与对马海峡之间。到9月份，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70万左右，飞机600余架，比动员之前的兵力扩充了将近1倍。日本的这一行动使美国相信日本将首先对苏联发动战争。1941年10月16日，日本近卫首相辞职，由东条英机接任时，美国海军参谋长斯塔克将军对亚洲舰队司令和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日本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危机。同时，日本为了增加欺骗效果，使美国丧失对珍珠港的警惕性。1941年7月下旬，日本还策划了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入侵，一方面使日本获得了进攻东南亚的前哨基地，另一方面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东南亚，放松了对珍珠港的警惕。这一行动完全收到了预期效果。就在南云中一的机动部队从丹冠湾向珍珠港进发的11月26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在写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信中，斯塔克坚定地认为，日本向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3个方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这样，华盛顿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南方。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南方的机动部队已朝着夏威夷方向东进而来。面对日本的大军压境，此时珍珠港上的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官兵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又为何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呢？美军就真的没有发现日本舰队吗？二战后，美国由于受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上、战略上缺乏战争准备。直到1940年法国战败后，美国在物力、人力以及心理上对战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是这样，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精神是避免战争。1940年9月，美国确定了对日政策的新方针，就是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力图通过谈判迫使日本做出某些让步，维持一战后的远东格局。1940年11月，当英国袭击了地中海的意大利塔兰托基地后，美国保卫珍珠港的海军负责人希洛克就已经指出了珍珠港在防御方面存在的一些弱点，并建议迅速改善珍珠港的防御状况。陆军部长施廷生也曾下令，为了保卫瓦胡岛免遭突然袭击，应火速提供更多的拦截机、高射炮和雷达设备。由于美国思想上的麻痹，所以命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12月，施廷生又向金梅尔建议，应当在港内舰列周围布置防鱼雷网。这一建议遭到了反对，理由是它将使舰道变窄，限制舰船出入。1941年1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美国政府报告了日本人正在计划一旦与美国决裂，便出动全部力量大举突袭珍珠港的传闻，也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重视，更没有对珍珠港采取更多的防范。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一项 ABC-I 参谋协议，具体规定美国的战略和义务是大西洋与欧洲，而不是太平洋，即所谓的先欧后亚战略。根据这一战略，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通过了美国陆海军联合作战基本计划，规定美国的基本战略是在大西洋采取强大攻势，和在太平洋采取守势。在太平洋，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盟国的海上交通线，保卫中途岛和关岛等太平洋上的要地。陆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菲律宾，没有强调保卫夏威夷。1941年夏，当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日趋成熟的时候，夏威夷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弗雷德里克·马丁少将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最后结局。日本舰队以6艘舰母同时进攻瓦胡岛，每艘来自不同的方向。据此，他向美国陆军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请求派出更多的飞机扩大巡逻，严防日本舰队的入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研究报告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发人深省的预测，美国军政当局仍然认为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1941年5月，陆军部长在写给总统的报告认为，有了足够的空防，敌人的航空母舰、护卫舰和运输舰在距离夏威夷750英里的地方就会遭到空袭。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对瓦胡岛的大规模袭击是不切合实际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军政当局过分相信自己的军事情报和战略逻辑，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菲律宾方面，企图把菲律宾变成阻止日本南下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日本天皇和帝国统帅部最后批准了山本56制定的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时，11月5日，美国魔术破译了东京外务省发给野村大使的电报。外务大臣通知野村做出最后努力进行谈判，如果失败，太平洋的局势将处于动荡的边缘。此时的罗斯福还劝告赫尔要紧绷每一根神经，来满足和保持同日本谈判代表的友好关系，不要让谈判恶化或破裂，让我们别做加速危机的事情，希望尽量拖延谈判。11月15日，
魔术接收了东京至日本驻檀香山领事喜多的一封电报，电报命令他每周2次报告港口舰船情况，这也没有引起美国军政当局的高度重视。11月27日，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和作战部长官斯塔克联合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如果目前的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日本可能进攻滇缅公路、泰国、马来亚和属东印度、菲律宾、俄国沿海省份。在美国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这就是说，美国早已意识到了同日本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需要推迟时间。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在袭击珍珠港前，美国军事当局却已掌握了日本有可能实施突然袭击的情报，其中有些情报已经直接泄露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意图。然而，这些情报被认为没有特别重要的价位，而倍数之高阁。当战争爆发时，美国军队甚至还没有转入较高等级的战斗状态。美国陆海军当局连想也没有想，日本真的有袭击珍珠港的胆量。结果使美国舰队遭到极大的损伤，击沉及重创美军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188架战机，造成2402人死亡和1282人受伤。这次军事攻击对第2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又一片的土地，除了战术以外，德国还有一支让人畏惧的王牌军队——骷髅师。这个部队就专门做一些灭绝活动的装饰，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可以用毫无人性来形容。即便是强大的苏联，在听到与德国骷髅军交战都面露胆怯。甚至苏联还公开表示，如果与骷髅师交战没有超过对方5倍兵力，最好避其锋芒。那么骷髅师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才让苏联都如此害怕？骷髅师是德国多个军事力量联合起来招募的部队。这个部队最早成立于18世纪40年代，当时为了缅怀普鲁士的国王，在葬礼的旗子上纹了骷髅的印记。为了继承这种近乎于疯狂的精神，骷髅印记就被纹在了皇家禁卫队的军服和军帽上。后来，德国纳粹分子为了继承这个精神，又将骷髅印记用到了自己的部队上。经过德国纳粹洗脑的骷髅师在战场上近乎疯狂，每个士兵都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不仅战场上心狠手辣，在战后还进行清洁战俘和民众。只要骷髅师经过的地方，那肯定就会有人民绝望的嘶喊声。自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就一扫此前1战的失败，不到1年时间，几乎就横扫了欧洲西部大部分区域。1933年，希特勒上位后，希特勒希望用强硬的手段镇压敌方势力。于是，希特勒就将原党卫队队长艾克进行了任命。艾克这人生性残暴，他就向希特勒提出请求，希望可以组建一个部队，除了希特勒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的部队。希特勒点头后，艾克便组建了这个独立的部队，用骷髅头印刻在了军帽上。他们只需要听从希特勒的指挥，权力大，束缚小，所以这个部队就可以随意实施暴行。比如，在他们用活人进行生化武器的研究，随后又为了消灭罪证，设立了不计其数的焚尸房。久而久之，部队的士兵下手越来越狠。1936年，党卫队骷髅总队只有3200多人，短短1年时间，总兵力就多达3个团的规模。1939年，随着德国对欧洲各国实施闪击计划，2战东欧战场正式爆发。在希特勒的带领下，德国军队依靠新型先进武器装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声名远扬的闪击战。德国一开始就出动将近2000多架战机对波兰实施无差别轰炸，在如此猛烈攻势下，波兰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德国占领。德国攻占波兰后，为了高效地继续侵入别国，他决定组建精锐部队。这支部队就召集了大部分骷髅师里的士兵，与其他党卫部队联合一起成立骷髅团。骷髅师的第1次进攻就是面对法国这个强劲对手。不过，骷髅师的士兵心中只坚持自己的狂热想法，唯一的目标就是将面前所有的敌人除掉。骷髅团一路高歌猛进，接连参加了攻打比利时和英国的战争，基本上在欧洲大部分地方都留下了骷髅师的威名，令人听到就胆寒。德国凭借着部队的英勇和武器的先进，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这时，他们把目光面向了更为强劲的敌人——苏联。此时，在东线战场，德国的装甲部队无法突破斯大林防线。希特勒看到自己的闪电战没有效果，于是立马出动骷髅师介入战斗，一起和北方集团军对苏联发起猛攻。
然而，这次对苏联的进攻让库洛施的威名更是响彻全世界，甚至强如苏联听到都感到畏惧。在德米扬斯克战役中，纳粹德国库洛施的凶狠一战成名。这场战役中，不仅仅是纳粹库洛施战斗时间最长、伤亡率最高的战役，同样也是苏联红军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1941年11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起了侵略战争。此时的天气异常寒冷，德国军队应对寒冬的装备不足，很难有效地发挥出军队的实力。苏联红军趁机进攻，为了歼灭宁格勒以北区域的纳粹德军3个军团，苏联红军在宁格勒方向向北推进，发动了午后天王星的特殊行动。然而，库洛军团也成为了抵挡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和苏联红军交战中，库洛施被钢铁洪流冲散成好几个部分，不过并没有就此慌乱，而是继续有序地和苏联红军进行反击，哪里火力猛就往哪里出。尽管苏联红军兵力占据优势，但是双方都还是处于焦灼状态。在战斗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库洛施士兵放手一搏，在严寒天气下决定扔下不需要的重物，然后只需要带足够的武器弹药，所有的士兵都轻装进入战斗。纳粹库洛军趁苏联红军打得劳累，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借着夜色偷偷潜入苏联军队的阵地上，随后直接冲上前，拿着冲锋枪进行疯狂扫射。如果库洛施的子弹打完了，这些凶残的库洛军士兵就和苏联红军进行肉搏战，甚至和苏联红军倒地争执的时候还用牙齿咬。红眼的库洛军士兵更是拿着手榴弹就往苏联红军人多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去另一个世界。就在这样的绝境下，纳粹库洛施成功阻击了苏联红军接二连三的进攻，甚至给参战的苏联红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库洛施因此名声远扬。不过，在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苏联红军获得了关键性的胜利，随后对重要战略位置哈尔科夫发起反击，并顺利攻占。苏联红军从战争刚开始的一次失利中休整了过来，开始挨个进行反击。随着战局的深入，德国军队被消耗了大量兵力，尤其是保卢斯带领第6军团向苏联投降，更是打击了德国军队的士气。苏联红军在获得一次胜利之后，势头很足，想要趁德军溃败追击，妄图彻底歼灭德国军队南集团军。苏联红军疯狂追击700多公里，经历反击的胜利让他们迷失了心智，慢慢成为了一个骄傲自大的军队。德国军队瞬间发现苏联红军的战略错误，曼施坦因说服希特勒等人率领3个党卫军、装甲部队和第4空军的支援，下定决心开始反击苏联红军。随后，德军以库洛施为主力的装甲部队向哈尔科夫发起反击，德国军队势如破竹地攻进哈尔科夫，然后顺利占领哈尔科夫。不过，城内还有大量苏联红军，库洛施和苏联红军在巷子里展开了激战，最终完全占领哈尔科夫。届时，纳粹德国库洛施已经成为苏联红军挥之不去的梦魇，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打败苏联红军而生。库洛施的辉煌时刻，也就是在世界第2次大战时期了。随着战局形势的变化，德国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失利，德国一瞬间就处于被动。库洛军也是因为返回国内进行休整，所以才错失了最为重要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了挽回战局，库洛施重新火速赶往苏联前线。库洛施赶往苏联境内后，参加的第1次战斗就是哈尔科夫战。尽管他们最终获得了胜利，但是却发现这支威名赫赫的军队却不如从前一样凶猛，甚至库洛施的师长艾克也在战斗中阵亡。随后，库尔斯克战役爆发，希特勒派出了自己的所有军队，妄想通过这一次战役挽回自己的不利局势。于是，经过几天的交战，这场最为惨烈的战争以苏联险胜结束，德国的反攻战略也宣布失败，随后全面转入防御阶段。苏联红军趁着敌军撤退追击，只有库洛施还在顽强抵抗。库洛施还赶往布达佩斯解救被苏联红军包围的5万德国军队。在赶往布达佩斯时，库洛施还妄想重现德米扬斯克战役的辉煌，一路高歌猛进，攻入了布达佩斯机场。只不过库洛施马上遭受了苏军的猛烈反击，营救计划始终完成不了，逐渐的陷入绝境。最后宣布投降。苏联看着曾让自己5倍兵力才敢与库洛军交战的部队，顿时气上心头，将库洛施1半的兵力原地处决，剩下的战士都关到了莫斯科的监狱里。这支在欧洲战场称霸了多年的库洛部队，瞬间在这个世界消失。
不过，骷髅师的凶狠依旧在欧洲回荡，让人听到就为之胆寒。德国纳粹党卫军3个王牌部队在欧洲战场都获得过不计其数的战功。虽然德国最终战略计划的失误以及美国加入战斗等原因，导致这3大王牌部队逐渐没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德国3支精锐部队在战场中创造的神迹却是无法抹去的。